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方屋面里面，我是王一飞。最近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参加完 G20 外长会议后，在新德里的一个高规格安全论坛，叫瑞辛纳安全论坛会议上说俄乌冲突不是俄罗斯先挑起的，而是由乌克兰先挑起的，结果呢引起了哄堂大笑。那么这个拉夫罗夫说的有没有道理，有没有事实呢？今天就这个事，我们请王一田先生分析一下俄乌冲突它究竟由何而引起的。俄乌冲突这个事儿如果往前追溯的话，其实可以追溯到2014年。那年呢，乌克兰民选的总统亚努科维奇，因为他是亲俄的嘛，然后被美西方用颜色革命的方式给搞下台了。对。然后呢，乌克兰境内呢就开始各种纳粹势力就开始纷纷就出现了，同时呢又开始对东部的这个俄罗斯族人呢开始了残酷的进行压迫，甚至是那个屠杀。具体的这一次俄乌冲突呢，我们知道在美国和西方的这些媒体的话语塑造中呢，俄罗斯就是一个侵略者，乌克兰呢就是一个无辜的这个受害者。但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？这次这个拉夫罗夫呢，在这个瑞辛纳对话上，他就说这个战争是乌克兰挑起来的，结果引起哄堂大笑。这个哄堂大笑其实让我不寒而栗，那是因为事实竟然能够被话语权所扭曲，这个呢是真的很可怕。我们都知道，俄乌冲突是在去年2月24号发生的，俄罗斯大兵压境进入乌克兰，开始了这个时间长达1年的这个战争。但是我们要说的是，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乌克兰挑衅在先。2月21号，也就是在开战前的3天，乌克兰一支小分队再加上2辆步兵战车是进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，然后呢被俄罗斯的边防部队发现之后呢，又召唤军队，用反坦克火力把这2辆装甲车给消灭了，然后击毙了进入他们境内的这个乌克兰的士兵。那可以说呢，乌克兰这一次挑衅也是这次俄乌战争最直接的导火索，因为它就是在开战之前3天。你想，乌克兰这么一个国家竟然敢派兵进入俄罗斯境内，那可以说是俄罗斯首先受到了侵略那俄罗斯呢，当然呢不会客气了。本来一开始俄罗斯还跟那个美国还在那个搞舆论战呢，而乌克兰呢反而趁机派兵进入俄罗斯境内，那这个挑衅呢谁受得了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是乌克兰首先向俄罗斯发动的战争。拉夫罗夫说的真的没错。也就是说，你从战略上、从政治上来讲，你准备北约东扩到乌克兰，你把原来的明斯克协议给毁掉了，你政治上你是一个侵略的行为。从地区安全这个角度来讲，你首先把亲俄的这个克里米亚的领导人给搞下台了。可是从军事上来讲，你又是先挑起了战火。那当然，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，战争是由你挑起的，不是由我俄罗斯挑起的。那么这个理论立不立得住，大家可以去评判。但是呢，拉夫罗夫说的还真的不是说一点没有理由，他有他的理由。当然了，战火演变到今天，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冲突了。这时候再来追究谁挑起的这个战争，可能意义不是很大了。意义更大的是如何把这个战火给湮灭了，来平息这个地方的冲突的态势，这才是各方需要努力的。其实每一次战争都是一个大矛盾的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激化，那所以这个矛盾如果没有解决的话，这个战争永远不会消停。就像1战打完之后，为什么德国还要发动2战？那就是因为这个矛盾、这个格局还没有调整到位，这个利益分配还不够。所以呢，如果美国一直坚持强硬不妥协，那么如果乌克兰一直采取这种挑衅的态度，我相信俄乌战争不会短期内结束，因为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威胁。安全面前，所有的这些成本经济这些账呢，可能都要往后算。所以拒绝中国12条和平的建议，其实就是拒绝和平，拒绝谈判。双方，包括美方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《王屋面对面》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